咱们蜀地向来以红丝为贵，季伯父的蜀红丝更是声名斐然。季娘子染了这么多丝，怎么偏偏不染红啊？我想染什么就染什么。杨郎君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那边就是大门了，请。哟，今日来府上做客的人还真不少啊。怎么是他呀？我也不知。啊，英英，还不过来跟赵家伯母问好？哎，伯母好。虽说季家不是什么高门大户，也没有自家女儿天天往外跑的道理。整日在外抛头露面不算，还把外男往家里带，传扬出去，损了小娘子的清誉事小，你季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伯母误会了，他是来找阿兄做生意的，我就是恰巧遇上。是，我也不过是提醒，您若觉得无碍，便不必在意。只怕哪一日真做出伤风败俗的事儿来，夫人再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赵夫人说的是，虽然这次是巧合，但是那些拎不清的人难免要瞎说。我一定会好好管教管教，连巧合都不能有。但是我相信，像夫人这般心明眼亮的，是肯定不会误会的。来，夫人这边请。原来季娘子也会有温顺乖巧的时候啊。也让你进门了，英英也算履行承诺了。要不你还是去别家寻杯热茶喝吧。季夫人，晚辈告退。田儿，哎，站住！阿娘，我错了。阿娘，你别过来！阿娘，给我过来！季英英，季英英，季英英，你别跑！啊！哎，你快过来！那个外男谁啊？阿娘，那是杨三郎君，他是来跟咱们家做生意的。做生意的，真的吗？嗯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不管事儿了就能骗我呀？就刚才他那身衣裳，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，轮得到跟咱们家做生意吗？他是来打探蜀红丝的。蜀红丝？又是蜀红丝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人还不消停。呀，来的都挺早啊！哎，桑长史真的答应张贴告示禁止抢占地盘了吗？哼，那还不是爷的功劳？都什么时辰了，要贴早该贴了。你阿爷不会跟你一样靠不住吧？我阿爷，那是堂堂长史，堂堂国丈，还靠不住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爷靠不住？告诉你。跟名誉会长说话，客气点。哎，那我也告诉你，这事儿你要办成了，以后我见你一次，我就给你行一个大礼。哎，阿爷，哎，张使，你快把告示贴出来给他们看看。你在这添什么乱啊？你给我回去！桑长史，如今浣花西边纷乱不止，您可有决断？这个事现在不归我管了。啊，不归您管了。说来也巧啊，我只是暂代警官一职，新警官的调令早就送来了，可都1个多月了，他迟迟不来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不敢来呀？你们都知道，上一任沈警官来了没2年，突然就病死了，上任张警官坠马死了，这再上任桑长史。我们这些小私户全靠这营生糊口，事关重大，
那不知现在这个事情是归谁管辖呢？对呀，阿姨，你说重点，说重点。给我闭嘴！昨天呢，是新警官上任限期的最后一天，都以为他不来了。可谁想到，快散班的时候，新警官带着告申来上任了，我自然就退任。从此以后，长史是长史，警官是警官，这事务啊，你们得找他。早不上任，晚不上任，偏偏昨个上任。对呀，也不知这新警官为人如何。你们见了就知道。啊，什么新警官？谁？我看看谁啊！我看看谁！给我弄走！开门！出来！来，我看看。哎，闭嘴！哎呀，弄走！放心，我有办法啊！哎，行了，桑长史，您态度骤变，怕不只是因为新警官吧？这是军中的剑，咱们这是得罪何人了？井夜水深，晋娘子量力而行。阴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都听你的，为了避免被花掌柜赶尽杀绝，都想了法子接了别家的订单。这要是洗不了丝，按时交不了货，也不知道要赔多少钱。民女季莺莺求见新任警官，事关警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民女季莺莺求见新任警官，事关警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杨警官，小的虽然跟王家是姻亲，但是王家真的没有偷税呀！不信你看账簿便知。我说，李家之所以能得浣花溪占有一席之地，是因为他们家家大业大，一理不仁。哎呦！锦绣阁的王掌柜每逢初一就跑到对面铺子偷偷放屁。赵家老太爷为了得酒，8年不洗脚。这有啊！哎呦！门口的人不见。我认为从今日起啊，本警官谁也不见，在最重要的时候出场，才最有力度。换一批吧。就那个大胡子。是。事关警业生死，还望容禀。别喊了，咱们都喊多长时间了，还不给开？摆明了就是不想见我们嘛。你别太担心啊，既然都是一些大人户家的订单，他们肯定有细死的地方啊。我去找他们商量商量，看他们能不能借给我们用。花掌柜没来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件事上，你们说谁最与我们对立？花掌柜。可是今日他一个仆从都没有来探听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已经知道今日结果，甚至大概已经堵死了我们所有的后路。花掌柜有这么厉害？他能在浣花溪称霸10数年，靠的绝不只是泼辣蛮横。我从未小瞧过他。丫丫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你家出事了！诸位送走了几任警官了，这警官府的事务嘛，肯定比我熟练。日后还请诸位多多关照啊！小的愿忠于杨警官，为您效犬马之劳。我不需要你们效忠于我，但是我不让做的事，如果你们敢做了，我敢肯定，你们会比我先从这里消失。明白吗？明白。还有我这个警官的身份，暂时不想与外人知道。
是。诸位也都看到了，我这个人呢，胆小，怕死，偏偏警官这个位置还拢死人。我想大家在位多年，定是知道前几任警官都做了些什么，还劳烦诸位把它都写下来，事无巨细，我也好引以为戒。杨警官，那这么多怎么写得完啊？要不上去写？不，小弟不写，这就写，我写。给我一张！我们家就这一台制机了，不能搬呀，不能搬呀！住手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吧，季家小娘子？票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10年之内偿还结清。如今时限未到，花掌柜就上门私掠财物，是何道理？10年之内结清，那是你与上一任债主的约定，不是与我。债务承接转让，既说不变，现约亦不得更改。就是现约，哪个律法规定不能更改？你出去问一问，哪一个你上任的债主愿意出来替你作证？我在这等着。花掌柜既然这么说，怕是那些人早就被你说服了。就是好，我们不提现约，说债务。我们未说不还，也并非没有还的能力。如今你直接闯进我家搬东西抵债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那我们就来谈谈规矩。这是以往对西边抢地盘事件申诉的文书，这几本是几家大的染户每年上交来的账册，产量颇多，出丝的种类繁多。繁多有问题吗？昔日锦王季归南京城所制，多年来染成了曙红丝一色，后辈更是追之莫及。蜀锦业任何技艺的专精都非一日之功，而现在几家大的染户，譬如花家，家中招牌丝线10余种。虽然说比不上蜀红，但也是不合常理了。这百家争鸣，怎么就争到他一家去了？还有，这花家长久以来是靠欺压吞并小户来扩张的。当年季家因为季归南获罪，欠债无数，而现在那张欠条便在花掌柜手中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季家便是花掌柜想要吞并的下一户。这大概也就是季娘子着急反击的原因。如果能在这件事情上帮他一把的话，或许能跟季家更进一步。我认为你们并无还债之能力，你们这些染坊平素里就靠我手上漏的单子过活。现在我懒得发这个善心了，你们接一些拼拼凑凑的单子，也没有地方洗丝，挣不上钱不说，到了10日交不上货，还得双倍赔偿。与其等你们赔光了给别人还不上我，不如我今日上门来收账。实不相瞒，我今天就是让你们季家用资产抵债，资产不够，未来你还要做我的仆人，做工抵债才是。即便是资产抵债，那也是要先行告知，满期不还才执行。那好，那我就看看季小娘子这1个月内还不还得上钱。还上之前，我是不是可以按照原契约收取利息？你有钱还吗？那就搬吧。都不许搬！我看谁搬得高！给我放下！放你身上吧！怎么了？你们在这儿仗着人多，跟我玩撒泼的把戏？我可不是你原来那些旧债主，随随便便就打发了。即便是抵债，那用什么抵也是我说了算。桂叔，把染坊的生丝、染料全搬出来，给花掌柜抵债。娘子，都给了他们，咱们还怎么染丝？到时候交不了丝。那是我阿兄的知己，不能给。没什么不能给的。给他们吧。阿兄，我相信来日，我们定能够将它赎回。那好，那这1个月的利息我就先收下了。希望我下个月上门的时候，季娘子你已经凑足了钱，
不然，你们就等着当我的奴仆吧。花掌柜放心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干嘛？哎，阿娘，哎，我早上送阿娘去姨母家了，她会在帮郡待一段时日。你说的无事便是无事，若是有事便送阿娘出去走走。你要对付花掌柜，怎么可能无事？我早料到他可能会提前上门要债，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趁人之危，让我们与他为奴。家里还有一些东西，便真是要抵债，也够了，不至于为奴。我们要是再把东西给他们，我们就又一无所有了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平儿，跟我来。咱们是来做什么的？重复一遍。重现蜀红司，探查命案真相，整顿一州锦业。所以，散花楼的太白鸭该收了。啊？飞将，走后门。啊？亥12更，关门关窗，防偷防盗。怎么样，像不像丧家的人？像，就是有点怪。怪？怪喜庆的。这就对了。你就没有想过找赵郎君帮忙？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懂我、尊重我，他能令我欢喜，不是因为他能帮我。我阿爷在世时，所有人都对我笑脸相迎，但是我家里出事以后，却鲜少有人伸出援手。我便知道，人可以寻求和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但是不能只靠别人的帮助。只有自己才永远不会辜负自己。我们平儿当然不一样啦，她一定会找到一个可靠的如意郎君，可以信赖和依靠一个人，多幸福啊！只是我可能做不到，我只信我自己这双手。就在这里等我。什么事儿啊？丧长室有东西落在府衙了，特遣小人来取。落下什么东西了？我们帮长史送回去便是。丧长室派我深夜前来，那东西自是不足为外人道。二位若是做不了主，不如禀报新警官，定夺一二。警官不在，不在那便更好了呀，就该二位赚丧长史这个人情。回去我就给丧长史说，这是二位的通融。不要命了！劳烦您回去转告丧长史，并不是我们不通融，实在是新警官有令，谁都不能进来。您明儿再来吧。哎，别呀，丧长史要的着急，二位通融通融。二位，过几天就是雷祖祭了，锦王需要和警官一同上香祈福，你是逃不过的。依在下之见，倒不如回去联络一番。啊，对了，莹莹，你刚才说要参加斗芳菲，可是要参加斗芳菲的话，要行业翘楚的推荐啊，而且要缴纳不少的市金呢。这两样，咱们可都凑不出来。钱的事儿，
我来想办法。阿兄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活的你管，死的归我。这钱的事儿总不能算活的吧？好，那我去找推荐人。那我们应该干什么呢？劳烦各位染出自家拿手的好丝，这便是我们去斗芳菲的底气。好，今天啊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好，继续干！来。禀报主子，丝已经全部准备妥当，送丝的儿郎们全是我精心挑选的，现在就等着雷祖祭开始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近日里季家那小娘子格外的嚣张，她不仅找来国舅爷撑腰，还和新上任的警官勾勾搭搭。他从前未与人勾搭时，你拿住他了吗？我不要借口，我要的是蜀红丝。实在是这季莺莺诡计多端，主意多变，不好拿捏。万一他真的在1个月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到时候想抓他的把柄，便没有这么容易。所以，民女还请主子指点一二。他多变，但身边总有不变的，以不变应万变便是。不变。民女明白了，多谢主子赐教。你有2只手，那就1只放在蜀红丝，1只放在雷祖记。要是哪只做不好，我便砍了哪只。民女明白。哎呀，季大将军愿意到我们这小作坊来吃景，真是令我们这儿蓬荜生辉呀！长官您谬赞了，哎，还要多谢您的慷慨。哎呦，景王家的长子，您值这个价啊！哎，这就是你的职期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等着你的大作啊！定竭力以赴。季大郎君不是向来觉得咱们小作坊织锦粗糙，怎么近日肯区分降贵了？还不是因为自己妹妹得罪了人，染丝生意做不成，家里没米下锅了。人家大锦坊用的都是自己人呐，谁要他一个罪人之后啊？哼！哎。
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。吱，硕鼠不偷粮，想偷师，技师不可允。那可不行啊！我们季家这手艺可是不外传的。吱，求你了，阿爷。闲人免进，戚家谨防的规矩。谁说我是闲人？我能帮忙，阿爷，是不是？吱，帮忙，我看你就会帮倒忙。赶紧跟我回去。啊，我不，阿爷救命！给我吧，阿爷在。赶紧跟我走。阿娘轻点，阿娘我的耳朵。说过多少次了？你是不是老忘记？季家谨防严禁喧哗，严禁跑闹。季小娘子，你这边请。并非是我余家怕得罪人呢，只是做这担保推介人，尚需向官府交纳市金作保。便是知道您不畏权贵，敢仗义直言，英英才敢来拜访的。我们虽是小染户，但都是诚信人家，绝不会主动惹是生非。这些丝线均是我们所染。您看看，可能卖得出去？好丝啊。不过好丝，它未必有好价格呀。英英明白，织锦的人知道什么是好丝，买锦的人未必知晓。他们要的是说得上名号、撑得起面子的名丝，这便是英英要去窦芳菲夺魁的原因所在。酒香也怕巷子深，还望于掌柜助英英一臂之力。如今我余家还欠着债，我现在身边就剩下这么一个孙女儿，余家的百年家业早就后继无人了。我是有心支撑，可是毕竟孤掌难鸣。我说这些绝不是什么借口。我信您，您本可直接拒绝，却以英英坦诚实情，是对英英的诚挚。多谢，叨扰了，我去别处再问问。于掌柜，告辞。豆，于天豆，于风豆。希儿啊，他生性懵懂，不通俗理。不过呢，他能感知人的内心和性情。他瞧出了你心里的斗志，所以他把斗彩球送给你了。你也斗一把？谁说余家无人？您斗得比我精彩，来日还想与您继续做生意呢。好，或许我还能斗几年。季娘子慢走。有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染丝会的季娘子需要找推介人，我过来瞧瞧。哎呀，城中大染户和花掌柜都抱团排挤我们染丝会，锦户又看不上我们小染坊。余家主心善，但是也爱莫能助。你忘了我姓什么了吗？这推荐人必须是各家家主，还要交纳不少的担保钱呢。即便你是赵家二郎，这次也帮不了我了。
谁说我了呀？我说我家祖父。他不是一直不喜欢我与你来往，这次怎么愿意帮我？我把你给我的那方知风锦帕给他看了，他留下了，还说可以见你一面。那还等什么？走。祖父，阿娘，拜见赵老太爷。快请起。伯母，二郎，呆站着干什么？坐到阿娘这边来。不了，阿娘，儿子站在这儿就好。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整日在外抛头露面不说，还要去什么染丝会做男人的生意，真是。阿娘，赵伯母，英英认为生意不只是货币交换，这后宅之中出账雇佣也是生意，甚至男女嫁娶、儿孙赡养之事，也有人把它当做一门生意在经营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你出去。无人耳目，还不快走！沈娘，你出去。是。听二郎说，这绣帕是你配的色。锦色一枝，但风流难支。而混色和冰脂可以让色彩产生明暗深浅的过渡，风便由此而来。混色和并织不难，难的是有一双观色入微的慧眼和精准取色造色的天赋。这一点，像你阿爷。绣乃针刺，锦为梭织。这两者相差甚远，要将这图样转换到织机上，可不是件易事。孙儿愿意一试。那你就试试吧。季娘子想得到推介资格，我也愿让你一试。如何是？我赵家囤了一批沉丝，质量算不得差，只是颜色有些过时。倘若在半月之内，季娘子能设法将这批丝卖出去，老朽就应你所请，将你推荐给锦绣同好。赵老太爷，请放心，英英必能办到。这次你露了头，怕是就没有办法藏拙了。你说过，越是被赵老太爷看重，越是会身不由己，一切都得按照赵家的规矩活着。可是，一次退让，次次退让，与其被动行事，不如主动争取。桑十四郎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那赵二哥哥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。我看那赵家老太爷根本不是真心想帮你，他无非是想利用你，诓骗他的宝贝孙儿回去帮他织锦罢了。什么卖丝啊，他分明就是刁难。到时候卖不出，便是你无能，与他无关。他自是有他的私心，但他话既说了，
我若能办到，他也无以反悔。我现在就是差个好主意。杨静南，今日19，是他娘的忌日。忌日？他忌日穿这么招摇？他这个人，越是难过，越是荒唐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对，你是他前大嫂。这犯什么错了？打架，谁赢了？我输过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跟长辈吵架，谁赢了？你说呢？哎，你干嘛？这是贡品。贡品怎么了？供给死人是有用吗？反正我阿娘又不供在这儿。我和他一样，讨厌杨家的规矩，败坏杨家的名声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嫂，诸位叔伯突然到访，所谓何事？不是你们让我们来的吗？谁叫你们来的？哎，没有啊。这或许有误会。这个爱打没够的东西！今日是我阿娘的忌日，我来给杨老爷送份大礼，请诸位做个见证。他为什么讨厌杨家呀？想知道啊？以后我免不了与警官纠葛，知己知彼才好。说说呗。那你先说说，我这新酿的酒怎么样？啊？我这喝的有点快，没来得及细品，我再品品。香。他阿娘是他阿爷最爱的女人，但是出身寒微，加上杨家当年生意惨淡，他阿爷便被宗亲逼着娶了大户人家的女子做夫人。他阿娘苦等5年，才
才被杨家抬着进门，做了妾。你走开！我不要你找我阿娘。三郎，你阿姨可是连夜赶回来的。连夜赶回来，10日前你别说叫阿娘灭门的消息，是今日才赶回来。因为你要谈生意，你要做买卖。我阿娘跟那些比起来，从来都不值一提。放肆！杨家生意乃是大事，自然大无私情。你身为杨家子嗣，理应明白其中道理。从前的利益便是大事，我娘的命便是小事吗？如此逆子啊！家主，你还要姑息吗？来人，把这个逆子送到族中教养。放开我，我不走！你放开我！放开他！出来！松开他！无意长辈，出言不逊，认错。不认！认不认？认不认？认不认？认错！三郎，你阿娘要是知道你回来，一定很高兴。他当年如果能见到你，难怪他那么讨厌与我谈交易。他不是讨厌你，是讨厌杨家。谁不讨厌杨家？我凭什么守你杨家的规矩？织锦了不起呀，我还会酿酒呢。人可以不穿锦衣，但绝对不可以不喝酒。让我品酒倒把自己灌醉了。就不该跟你聊杨家的。你干嘛去啊？不许走！我去给你做醒酒汤。哎，我不喝，我没事儿。你等我等。哎，你们，没事儿。你们，你别喝啦。莹莹，阿兄，季家大郎你来了。陆掌柜，阿兄你怎么来了？阿兄来接你回家。正好，来，坐来喝点儿。阿兄，你去帮阿玉熬一碗醒酒汤，我得把她哄睡着了才能走。好。莹莹，你说我这新酒叫什么名字？叫琥珀光，怎么样？天下第一杯。天下第一杯，这个名字我可不敢吹。杨警官，酒馆打烊了，不如改日再来。门没关，人还在。怎么，你们可以在这儿买醉，唯独本官不可以？我们是在照顾醉酒之人。谁醉了？我没醉。没有。这坐都坐，我去给你们拿酒。